更累。对，又拿着菜药进去了。现在我们在朋友家的楼上顶楼的 roof garden， 这里的 view 好美啊，可以直接看到 Bukit Timah Hill。对，好近哦。然后我打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新加坡学习12年的经验。嘴瓢，坐这里吧。嗯，可以。然后觉得这里光线都可以。后面你就想好开头了吧？想好了。带了。好，没事，就这样，比较简单一点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今天这一期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新加坡学习的12年这样的一个生活跟学习经历。那今天呢，我邀请到我的朋友雨娟，对，因为我怕我自己分享会有点尴尬嘛，我想说如果跟朋友聊天的话会比较自然一点。对，我是来陪聊的。陪聊，对。其实我们今天早上还录了其他的视频。对，我们今天效率还蛮高的。对，我早上录了一期，就是关于2020年的一个年度总结、一个复盘的视频。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上方这边，对，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就从刚开始来的时候吧，我那个时候是从07年，07还是08天啊？08年，对，12年嘛，08年。我是07年，你08年。对，我是08年来，当时我来新加坡的时候我15岁，刚刚满15岁。对，然后其实我来新加坡之前，我在中国读书，我已经读到了初3，就是中3，刚刚开学吧。然后当时为什么决定来新加坡？因为我父母就认识到，刚好有在新加坡工作跟就是留学的朋友吧，然后他们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就是让我们认识到，其实还可以出国留学的。对，然后当时我爸爸就问我说，想不想要出国留学？然后当时我都觉得说，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吧。是你自己决定的。他问我想不想要出来，我当时就因为我觉得年轻嘛，然后也不知道出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，我就觉得挺好奇的，就挺新鲜了，我就答应了就来。然后所以我们之后呢就办了一个手续，我们大概有准备了半年时间，就准备了一个新加坡政府当时是叫 PAT 还是什么忘了，反正就是一个新加坡政府的一个考试。所以我通过了这个考试过后，我就拿了这个成绩去申请本地的这个政府中学。对，然后当时我来这里降了2级，就是我其实在中国读到 Sec 3，但是我来这里从 Sec 1开始，因为来的时候怪不得。对，降了2级，所以我比我的同龄的学生，就是我的同一届的学生要大个2岁。对，当时是考虑到英文完全不懂，完全不会。是的。对，因为在国内刚来的时候嘛，我们只学了基本简单的一些对话。那我刚来的时候非常困难，上课还有包括跟同学的沟通，我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交流。那你有提前上那个语言学校吗？语言学校其实我上了也就是几个月吧。然后我就上了几个月过后，我就准备了考试，然后考完试过后，申请学校被录取了，我就来这里上学了。对，我们还是同一个学校嘛。我们是中学同学，但是雨娟大我1届，对，是我的学姐吧。然后呢，当时刚来的时候，我中学，我刚开始是在 Normal Academy，就是普通班。然后当时我的英文成绩一直都是不及格，包括其他的也没有及格，除了数学及格以外。对，然后觉得非常困难，老师上课都听不懂，基本上靠猜。然后在学校也不是太敢表达自己。对，然后我只敢跟中国同学讲话，或者是会讲华文的同学讲话，就觉得当时好像有点闭塞，有点自卑吧。是哦，但当时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中国孩子还挺多的，好像每个班都有几个。我们当时我们那个班有大概6、7个外国学生吧。然后我读的那个中学就是比较一般邻里中学，在雾洛北斗汤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对，所以我一直到 Sec 2的时候要考，就是分班嘛。Sec 3的时候他会分 Express 或者是 Normal Academy。对。然后我就以年段第1的成绩考到了 Express，所以呢，之后我就经历了 O Level， 但是没想到我考完 O Level 的时候，我的成绩就是一般般。对，我只能申请到 Poly 的专业。
Poly 是中文叫什么？大专？中文专科理工学院。哦，理工学院。对，理工学院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 O Level 毕业嘛，我就申請了 SP Singapore Polytechnic 就新加坡理工学院。对，所以你当时是选了什么专业呢？当时是选了室内设计专业。对，我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？自问自答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当时讲了好多当时哦，因为之前我父母是做关于装修的这个生意嘛，我从小就是有接触到这方面，而且我的 academic 不是特别好，就是我是一个学术方面不是特别好，我很害怕考试。但你对艺术这些会比较有兴趣。从小我就喜欢画画，对，然后我就选了室内设计专业。那个时候室内设计其实我们不完全是教那种decoration 装修，对，其实我们是叫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， 跟建筑有关，然后它比较像是学建筑的预科。对，所以有很多同学都会毕业过后会去到 NUS 的 architecture 读那种建筑专业。那出来也可以直接工作吗？可以直接工作，是做这种室内设计师。室内设计或者是在建筑公司做那种 drafter 或 designer 都可以。对，就是还蛮多路径可以选。其实挺多路径可以选择，因为 Poly 嘛，他们其实就是准备我们进入到工作的一个这样的专业。所以当时你 Poly 毕业之后是直接工作了吗？对，我是选择了直接工作。我那时候去了，就是我工作的内容是 lighting consultant， 就是灯光顾问设计。照明。对，照明方面。然后我们当时公司设计的是关于酒店的照明。对，比如说酒店的一些氛围照明啊，对，就反正有关灯光的照明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。所以当时你的体验怎么样？就是直接去工作的时候吗？因为那时候年纪应该其实也不大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 Poly 毕业的时候22岁。22岁其实在本地来说，大家已经大学毕业了嘛。但是我之前降级了，所以我就比同年级的学生要大。对，我当时出来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知识好少，当时学了很多 hard skill 的，比如说 Photoshop 那些，比如最基本的一些设计上面会用到的一些东西吧。我们在 Poly 有教，但是比较少学的是那种就是关于这个设计历史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理论。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，出来工作没有问题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沟通跟交流。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欠缺了，脑袋上就是我的怎么讲，我的脑子里好像没有太多知识储备吧。就是你觉得跟大家沟通的时候，不是说具体工作用，而是就是沟通、人际交往。对，然后还有，因为读 Poly， 然后我中学也不是成绩特别好嘛，所以也不像说如果读了 JC 就会有一个academic 的这个基础吧。就我当时觉得我真的懂的东西好少哦。对，我就想要继续进修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工作了1-2年之后开始思考要再去读大学的。我是工作满2年过后思考想要去读大学。那时候选科呢？就是你选了什么样的？对，我很纠结的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当时是想说 architecture 或者是其他关于设计方面的。为什么最后面没有选 architecture 专业？是因为我在 Poly 3年经历了非常痛苦的3年。对，就当时学设计的时候，然后就觉得说太辛苦了，我们经常需要熬夜做 project， 做那个模型，然后还有一些还有做 presentation 这种，就觉得压力太大。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坚持多4年。对，然后我可以选的专业不多嘛，因为设计对口的专业就是工业设计、建筑设计或者产品设计。所以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呢，我就申请了 NTU 跟 NUS。同时被2间学校录取了。同样的专业吗？他们有点类似。NTU 的它是叫 Product Design，然后 NUS 的它是 Industrial Design，其实差不多的专业吧，可能但是他们分
他们就是仔细的学科里面学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我当时也不知道，我就问了我父母，觉得哪一个学校好，然后我父母就觉得说啊，那就去读 NUS 吧，然后我就名声更好。对，我就选择了 NUS。所以其实你没有，我以为就是 Poly 进来会减少，比如说2-3年就可以读完，你还需要读4年吗？对，这个是因为我如果选择 NUS 的 Architecture 专业，我可以从第2年开始，但是因为我不太算是之前就是背景知识不太一样，对，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得从就是第1年的 Fundamental 开始学起，所以我大学我在辞职过后，我就full time 就准备全职读书，然后当时8月份开学，我7月尾辞职，就是我一辞职完就开学，无缝衔接是，所以在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又工作了2年，之前我来新加坡读书又降了2级嘛，我比我同龄的学生要大4岁，所以我今年是27岁，但是我的同学们可能就是23。21到14，因为大学有不同类型的人，比如说有男生当兵2年，然后大学还有一些也是有工作经验的朋友，所以大家这个年纪会比较 range 会比较大一些。因为之前啊就有很多观众就好奇我的年纪啊，然后还有我的学习生活经验嘛，所以呢，这也是为什么我27岁还在读大学。我想就是大概跟大家最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，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咯，拜拜。我是倪妮香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打开小铃铛哦。